那你講到這裡，就是你書裡面特別提到一點，其實現在半導體都是我們生產的，整個的半導體生產鏈台灣是最完整的，可是 Agent AI 我們反而是沒有的。也就是說，今天韓國幫我們買了很多的晶片去，他們在發展它的 Agent AI。結果我們看到了中國現在大量的發展它的 Agent AI， 它的大疆無人機現在已經可以用無人機去送貨了。可你說這一塊，我們台灣反而是最缺的，不管是資料中心，不管是今天的 Agent 的這種等於說邊緣運算的這個發展，台灣反而是空缺的。所以我們真的是做最辛苦的那一段，真正該應用的那一段，我們台灣是沒有的。我們公司最近接了一個國際級大公司委託的一個研究案，就主權 AI 之後到底要談什麼事情？好。那我的主權 AI 就是大家開始想象，全世界做軟體除了中國跟美國之外，還有沒有第三個成功的範例？幾乎沒有，對不對？第二個 ，hyperscale 超巨量型的數據中心，大概要投資多少錢？300-400億美金。对，好，60%是晶片、伺服器這些東西，40%是水電、基礎建設等等。好，那問題來了。到底誰在投資超巨量型的數據中心？就是我剛才講 Amazon、Google 這些公司，微軟這些公司，對不對？所以他們有 Cloud Service 雲端的服務。好，問題來了，那德國、法國、英國、韓國、日本、台灣，我們所需要的智慧醫療的數據資訊到底要放在哪裡？也就主權 AI 的概念。對，我們有國家安全的問題，包括國防啊，很多的需要，我們都必須要有自己的主權 AI。好，假設。每一個數據中心是 vertical 分眾型的，我需要50億美金到200億美金。那請問一下，誰幫你做這些數據中心呢？就台灣，還是台灣嘛，對不對？好，那問題來了，台灣個子小，我剛才講，寶傑你知道台灣的 GDP 佔全世界的0.7，台灣比較有錢，所以我們 roughly 佔全世界市場1%，正常你這樣想就好。我們的手機roughly 1%。好，我們的電視機1%，好，大概是這樣想，差距不會很大。我們的市場好，沒關係哈。重點不是這個，如果你只有1%，你希望別人正眼看你，那你應該怎麼做？所以只有一種辦法，當我們把產業產品的 life cycle 生命的週期分成4個：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如果我們都跟以前一樣，只有在成長期、成熟期才進入市場，那麼我們永遠都是1%。如果在 emergent 就導入期、萌芽期，我們就投入了，大家都沒有做，我們就全世界50-80，我們才會重要。但是我們這個50-80，重點就是我們後面有供應鏈，別人沒有啊。好，比如說我們台灣4G、5G，為什麼不能是全世界最早領先導入的？因為後面的供應鏈都在台灣嘛，對不對？所以中華電信是來創造價值還是來賺錢的？這兩個不一樣嘛，對不對？如果政府只是要求中華電信每一年要繳庫多少錢，那麼中華電信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其他公司幹掉，不是這樣子嗎？那我們現在不期待這個事情，我們應該期待說中華電信、台科大、遠傳3個共構一個全世界最美好的5G、6G 的應用環境嘛，應該是這樣子，我們應該這樣想。然後把我們的 content， 把我們的通路零件，我們把啟基、D-Link、友訊、好智邦這些公司的東西，網通的設備全部建置好，都在我們台灣嘛。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不可以圖利廠商，但是政府要想盡辦法圖利產業。它不能是一家公司。那如果產業共同獲利，或者是我投入一個環境，讓大家可以賺錢，我們才有更高的所得。好，政府一定要知道，我們台灣很有錢，我們的外匯存底6-7千億美金，我們每天省錢。台北市的市容為什麼不如首爾？因為我們賺的錢都放口袋裡面，所以你知道嗎？我們的外債只有2200億美金，韓國的外債6000多億美金，我們到底在幹嘛？不敢花錢，不敢花錢，因為我們華人嘛，就是白天賺錢。晚上回去偷偷數錢，我賺了好多錢，很開心，對不對？但是不能這樣做，我們要用花錢來賺更多的錢。現在我們是有機會做這個事情。好，那當然很多人也問我一個問題了哈，就是台灣會不會有荷蘭病的問題？對不對？就我們毒壓了一個半導體。是啊哈，兩個不同的角度。好，第一個角度就是說，好，雞蛋放很多個籃子，分散風險，對不對？第二種方法就是雞蛋放一個籃子，看好它，不要讓它掉下來。好，但是前提是什麼？
這個雞蛋是好蛋呢？對，对不對？假設我們現在理解，我們的半導體在未來20年、30年甚至50年，都還是全世界的主力的產業。它是有前瞻性的。我們一鳥在手，為什麼會放過它？對，這是第一個觀念。第二個觀念就是說，台灣地狹人稠，我們就有2300萬人，我們還有少子化的問題哦。所以我們應該趁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我們的時候，我們來跟荷蘭合作吧，我們跟德國合作吧，我們跟日本合作。因為你剛才提到了歐洲很多國家，他們需要台灣，非常有興趣。其實我很驚訝，我去年10月底、11月的時候，我到西班牙參加歐洲半導體峰會，我是唯一的正式開會的亞洲人，他們都是歐洲人。OK， 好，然後我進去的時候，很多人叫我，我也很驚訝，因為他在看《Digitimes》。OK， 因為半導體哈，你就會知道說行業裡面會看我們的東西，所以他都有感覺。看我是東方人的樣子，就問我。對。好，第二天我要做一個報告。好，寶傑，你知道這種會議需要花多少錢？好，我告訴你，我參加2次，去年一次在新加坡，一次在西班牙馬德里。新加坡在哪裡開？你知道嗎？在卡佩拉。哦。好，這麼好的飯店。馬德里在哪裡？在東方文華。好，那問題來了，來回商務艙機票，3天2夜，對方請客啊，要不然我幹嘛要去？對不對？我去分享知識，對不對？But 他們做了2個單位都做一件事情。before 我去之前，線上 interview， 你是不是 qualify？他們跟我談半導體，我就跟他們講解說半導體怎樣。好，所以我去的任務就是講解亞洲的半導體跟供應鏈給歐洲的半導體業的創業家、企業經營者聽，所以他們都是頂尖的。好，那他們聽到什麼？半導體台灣為什麼會成功？大家都很好奇。對，所以我其實想從1966年談到2026年，我們這60年來一甲子，台灣是怎麼改變的？我們從一開始懵懵懂懂不太懂。1980年有一個很重要，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個，新竹園區成立了。第二個，聯電成立了。聯電是1980年成立，對不對？好，1985年台灣開始做個人電腦。你知道為什麼叫 IBM Compatible？ 你知道嗎 ？IBM 相同電腦。因為我們以前被詬病做 Apple II 仿冒的。所以你知道，1985年行政院有一個科技顧問叫 Bob Evans，IBM 的 Senior VP， 他就跟李國鼎資政講，他說 ：“KT， 台灣不要再做非法的 PC 了。”他說：“你要不要付一點錢給 IBM？ 你的 patent 用 IBM 的 patent， 好，你就可以 claim， 你就可以主張，我們是 IBM 相容電腦，那時候 IBM 最強，對不對？所以我們才建構我們的 PC 產業。Yes。好，第二個，我們運氣很好。1985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微軟 Windows 出現了。那 Windows 還有第3個，1986年 Intel 的386 XT 出現了。386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它有 Southbridge、Northbridge 標準規格的 format。所以台灣不會定義問題。對，台灣我們常開玩笑。美國人很會問問題，台灣人很會答復問題，所以你開規格給我，我就做給你看。所以我的主機板、滑鼠就那時候就慢慢跑出來了，对不對？我們有很多主機板公司、筆電公司都在那個階段做出來了。還有寶傑，你知道嗎？1980年代的後半期，台灣 PC 每一年 double、triple 這樣漲呢。你知道哪個國家、哪個地方賣的最好？哪一個市場最友善、對台灣最好？不是。東南亞？不是，你一定很驚訝。北歐？北歐 ？Why？ 為什麼？你去過北歐沒有？我沒有去過。你去過？你知道挪威哈？我知道挪威。挪威這個國家有北海石油，對不對？對。石油最便宜，但你知道挪威的綠能車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我知道。你知道為什麼？哎，它不是規定嗎？不，這個它有它的戰略。它在1980年，北歐的國家都這樣，瑞典也一樣。瑞典、丹麥都一樣，他們幹什麼？他們說，你的租稅負擔率，你賺1000塊美金，你要繳500塊美金的稅。但是如果你買 PC，你可以抵稅。好，那他目的是什麼？他目的是教育老百姓，變成很好的未來科技的用戶。台灣的問題是什麼？台灣的問題是很會做，不會用。對。所以我們回到剛才的問題，就是說，伺服器
如果我們建這麼大的數據中心，我們每個人都堅持 privacy， 好，個人隱私，我們的醫療資料沒辦法用，我們有非常棒的健保，所以我們建數據中心也沒用啊，對不對？我們台灣我對台灣的醫療體系是讚不絕口，因為我也去看醫生啊，還有每一次去看醫生，有時候15分鐘、10分鐘就解決了，他排隊都不用排，因為他會告訴你你排幾號啊，等等等等哈。你開始想象一下，我們去看一次病，250塊、300塊，我都忘了多少錢，反正掛號費很便宜嘛，對不對？台灣實在照顧得太好了。那麼台灣在照顧得這麼好的過程當中，我們老百姓願不願意讓你可以適當被公用的資訊，讓大家使用，不是一味的強求說巨細靡遺，每一個地方我們一定有缺點，一定有漏洞。那你如果天天只看漏洞，你永遠看不到機會。你必須包容一些不完美，那個過程是什麼？所以大家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不要只是為了綠能而綠能，不要只是為了隱私權而隱私權。我們比人家小，我們就是願意比別人更願意去嘗試別人不做的事情，我們才有機會。這是我的看法。所以政府的論證、討論問題要從人口密度，惠及庶民。你要讓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獲利的方法是什麼？而我們的工具是科技，我们的工具是 IT、伺服器、數據中心，所有這個筆電，台灣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之一。我們為什麼做不到？所以是我們的政策上面，我們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不是罵政府，因為我們政府一直都是這樣，跟藍綠沒有關係，就是我們回到本質。這個問題我們怎麼去改善？我們只要一次比一次改善，這個社會就會進步。那會不會有一些很多的問題是卡在那裡，你完全沒有辦法處理？比如說，像我們在發展 AI 或者什麼，你的電力是個問題。我看你這書裡面，你其實對陳定南評價非常高，但對另外一位你有一點意見。那其實是不是就是因為核能？就是你台灣其實很多東西你沒有選擇，你必須要去做那個決定。那現在對台灣來講，比如說我半導體，你總是有理由。電是不是台灣一個非常值得擔心的事情？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回到知識為本？好，30年前談核能跟現在談核能事實上是不一樣的，對不對？第二個，當我們廠商都到大陸市場，我們真的不需要那麼多電。現在廠商都回來了，然後又搞智慧製造。我們現在不要講台積電，對不對？請問一下，台積電用到台灣多少的電力？10%了，現在。Yes，那但是台積電貢獻台灣 GDP 多少？40了吧？沒有。台積電企業的附加價值率怎麼算？你知道嗎？營業淨利、租稅負擔、員工薪資折舊，好，這個加起來才是附加價值率。GDP 是附加價值嘛？你要雞蛋比雞蛋，蘋果比蘋果，你不能拿營業額比 GDP 嘛？這個不合理。好 ，roughly 你講的沒錯，也是10%。OK， 台積電貢獻了10%，它用了10%的電力，但是台積電還有很多無形的價值。對，什麼叫無形價值？大家因為有台積電更安心，好，對不對？所以是，然後呢，周邊有很多公司跟着賺，對，啊，它是共構的一個結構。所以我們謝謝台積電。好，但是我們要去思考，我們這個國家要活下來，活得很好，它的方法需要哪些條件？每一年都要檢討。我舉個例子來講，有一次我到韓國，幫20位智庫的成員。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的教授，幫他們上課，上什麼？上台韓關係。你很驚訝，我在談什麼？我就在開玩笑，我說，如果中國打台灣，我們有4個鄰國，韓國、日本、菲律賓、越南，你認為4個都會參戰，還4個都不參戰？還1+3、3+1、2+2都可以。好，我說我是 analyst， 我是產業分析師，我只是告訴你有15種可能的劇本。那麼我們研究過沒有？這才是我的問題嘛，對不對？這才是我們必須作為一個研究員，因為我不是研究國安的哈，所以我不是專家。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方法上是這樣子，你必須理解所有的國家，它為什麼要投入，為什麼不投入，它的問題在哪裡？好，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對韓國來講，北韓是個變數。好，那我們跟北韓什麼關係？好，等等等等，我們都必須要有一些。因為它牽涉到國家安全的問題，它是無上限的價值，是不是這樣子？所以我們要花更多的力氣、時間、資源去討論這些事情，而且必須用最好的人。好，所以我的看法就是這樣。而且你之前我們在聊的時候，你講的一個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以前我們都其實本來中韓台韓了。
台灣本來是兄弟之邦，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處境，然後我們的關係非常好。可是後來呢，他還跟我們斷交，我們就非常生氣。然後呢，跟我們的這個產業，我們70%到80%，我們的產業是彼此競爭的，所以我們就非常生氣。然後我們就說，我們好想贏韓國了。可以說現在不一樣。你說你要來去了解台灣的定位，或者是來了解台灣去看世界，現在台灣跟以前不一樣。台灣現在跟韓國的關係，台灣現在跟美國的關係，台灣現在跟歐洲的關係完全不一樣。以前我們跟韓國是競爭關係，現在是互補互融的一個關係。現在台灣最妙的是，我對全世界都沒有威脅，因為台灣以前被罵就是你都不做品牌，最好的那塊沒有吃到，我們做的代工，我們就是無名英雄。可是沒想到這個無名英雄卻得到全世界最大的信任，我們對全世界都是無害的。所以你從這一點來講，我現在有趣，我就說台灣跟韓國的關係，台灣跟其他的關係，真的已經進到那種跟以前的概念想法不一樣了。所以台灣人要用新的視野來看待這個世界，跟這個世界來交往嘛。很簡單一個答案。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們就是長得不一樣嘛。對。好，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說台灣2332萬人，宜蘭人多少？2%。哦，花蓮、台東另外2%，差不多嘛，對不對？所以4%在東海岸，96%在基隆到屏東，是不是這樣子？扣掉1%在中間中央山脈那一塊，90幾個%的人在西海岸。請問一下，我們的密度到底有多高？實際的密度很高，可居住的土地面積到底有多高？我們可能是韓國的4倍到6倍。你為什麼不這樣想？看起來韓國人口是我們2.2倍，對不對？其實它可能是我們的4倍，密度6倍。好，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韓國的科技園區全部比照矽谷的做法。他們覺得科技公司就要蓋出矽谷那個樣子。對不對？台灣也在學，比如說我們新竹園區也很像，對不對？但是呢，我們因為土地少，所以我們的工廠那個叫 compact 精巧型的，所以我們的工廠跟工廠之間距離很近。第二個，因為我們中小企業的底子，你知道韓國跟台灣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在？大家都知道大企業財團跟那韓國為什麼都是大企業？你知道為什麼嗎？為什麼？因為1960年代韓國起步的時候，它的社會資本比台灣少。台灣跟韓國的方法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台灣重點產業靠國營企業突破，韓國的重點產業靠大企業突破。然後呢，韓國政府把錢用廉價的資金成本借給大集團，三星、LG 這些大的公司，他在幹什麼？快速回報。為什麼？只有大集團可以 commit，承諾你我什麼時候還錢。所以韓國因為給大集團這種社會的資本越來越多，所以它外債越來越高。台灣正好相反，台灣是大企業沒有。even 我們現在看起來很大的公司鴻海，你認為鴻海真的是大企業嗎？它規模很大而已，對不對？我們的決策的邏輯還是快速回應。所以我們的總體策略是什麼？我們要去想這個，我們跟韓國是不一樣的。好，那問題來了，韓國的工業區哈，比如說它有個地方叫水源。水源就是三星的總部。好，水源附近有2個重要工業區，叫華城跟矽星，它是做半導體、做手機的，都是在那個地方。那個整塊都是三星為主。SK hynix 在城南、立川不同的城市 ，LG 在富川，所以每一個城市一個，各做各的。所以 vertically 垂直分眾，這是韓國的特色。一開始韓國比較有優勢。做品牌、做上下游的整合，因為都是自己的公司，他做垂直整合嘛，對不对？台灣呢，你知道科學園區一開始的時候，沒有人想進去，你知道嗎？我知道。好，那第二個為什麼？好，你知道1985年、1986年的時候，科學園區裡面的工錢，員工的工資比外面低耶。哦，你有沒有很好奇？我沒想過這個。我。調查是我做的，我自己去做啊。我被篩到新竹園區做產業規劃，所以我要去做那個產業調查。我還記得我問一個老闆，我很好奇，為什麼新竹地區的工人的工資是9500，科學園區裡面只有9000？他們說：“哎呀，你不知道，新竹人都喜歡到科學園區來工作，所以我們可以少付500塊。”哦，可是你喜歡到，你們為什麼還少付500塊？
形象好啊，我在科學園區，因為那時候工作不是很多嘛，對不對？形象很好啊，所以我就跟他們開玩笑，我說這500塊是政府補貼的，因為政府給你一個好的環境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政府也做對了幾件事情，好，土地不能買賣，只能用租的，這個都是我們初期做的不錯。第三個，我們歡迎歸國學人，寶傑你知道嗎？一開始科學園區啊，廠商都不進去。我們政府的政策是什麼？你知道我們政府的對策是什麼？對策，只要是電子產品都算高科技，所以做鍵盤也算。所以我們把最簡單的東西，只要是電子，全部往科學園區塞，所以我們就很快就形成產業聚落。然後呢，日本、韓國就跟我們不一樣，日本、韓國說 no， 美國才是對的，矽谷才是對的。所以日本有竹坡科技園區嘛，韓國有大德科學園區，跟我們的新竹同一個時期，只有全世界真正做科學園區成功的只有台灣。他們都不成功，他們到現在還在 R&D oriented。這好有趣哦。對啊，因為就像你書裡面寫的，現在台灣地狹人稠，不是它不是一個詛咒，是一個祝福。那我也記得張忠謀講過說，台灣很重要的就是我在200公里，甚至50，現在講50公里，50公里裡面我要什麼都有。原來這50公里什麼都有，不是一個我刻意形成的，原來一步一步的，什麼把鍵盤啦，把所有的東西 PCB 所有東西放在50公里以內，是一個不得不然的結果，就變成台灣現在最強的優勢。寶傑考你一個問題哈，你答錯沒關係。好，請問一下，傳統的鍵盤一個出口報價大概多少錢？鍵盤啊 ，keyboard 最早的嗎？現在現在我不知道。好，4、5塊美金，你會不會很驚訝？這麼便宜？好，但是也有貴的鍵盤啊，gaming 的鍵盤很敏感啊。對。好，所以100-200塊也有啊。所以問題來了，台灣人都會做，然後呢，我們可以做到一個月上千萬台。那你跟我下訂單，下100萬顆，100萬個鍵盤，我答應你1個禮拜之內給你交貨，上面有100種文字，我們都可以幹得出來。就在台灣厲害的地方，這麼厲害。所以鍵盤是不是高科技？施正榮講過一句話，我覺得他講得很好。他說，能夠用高科技的觀念管理公司的公司，都是高科技公司。產品不重要啊，我知道怎麼管，這才是厲害嘛。好，那你知道我們現在有1051家上市櫃的電子公司，去年的總營業額是1.18兆美金。那請問一下，後面需要多少 working capital 營運的資本？2000億美金。那金融界靠誰賺錢？靠電子業賺錢，對不對？電子業是很大的一部分。好，那我們回過頭來，相輔相成，我們需要資本市場支持。好，那資本市場要理解。我們現在是世界級的產業，對，我很羨慕，為什麼西班牙的銀行、美國的銀行願意辦那種世界級的活動，然後找20個。我剛才問你說，20-30個人要多少錢？我稍微算了一下，70萬美金，台灣幹不幹？對，金融界小錢呢？是嘛？但我們沒有嘛？對，好，所以沒有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無法定義問題，我們不知道。誰應該來，誰不應該來？好，第二個問題。所以你說在國外的這都是金融界扮演這樣的角色，可是台灣的金融界並沒有扮演這樣的角色。沒有，我沒看過，至少我沒被邀請，或者我沒看過。好，重點就是說，我們對金融的理解，因為產業越來越成熟，所以我剛才為什麼特別談到，如果三星今年的獲利等於台積電今年的營業額，對。那你開始發現這是 capital game，這是資本市場的競爭，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我去年7月份，我接受英國政府的邀請，我到London 的 Tech Week 科技周去講課。我在講課的時候，英國政府官員坐在底下，他們跟我舉手發問，因為我講了一個問題，我說我認為英國要認真考慮投資台灣半導體設計公司第6名到第20名的公司，然後他們很好奇就舉手。為什麼不是第1名？因為輪不到他們。也不，我們不好意思這樣講。我們說啊，拍誰比較貴。好，因為你知道聯發科就滿了1-2千億美金嘛，市值嘛，哈。重點說，假設那他們為什麼要投資我們？你認為台灣缺錢嗎？台灣的招商策略絕對不應該跟大陸、跟印度、跟泰國一樣。你知道新加坡為什麼要招商？我跟新加坡官員講，好。新加坡跟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是不一樣的。你知道全世界有10%的晶片是在新加坡生產的。我知道。好，第一個問題是歐洲要。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新加坡的政策是什麼？它是 outside in，它沒有本土公司啊。對。
台灣是 inside out， 我們吃飽了吃滿了，我們必須到海外去。所以我們對全世界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我們能不能借力使力，借別人的錢壯大產業啊？當然可以啊。當然啦，所以它不是錢的問題。我們有6、7千億外匯存底，我們不缺錢吶。所以該來的他自己會來。對，好，所以重點不是這個，重點是說我們要的是誰？我們要的是康寧嘛，我們要開的蔡司嘛。對，這個啊，日本的史密托摩我們很有興趣啊，做化學的、做設備的，我們都很有興趣啊。對，我們應該去想，我們是供應鏈哪一環我們需要嘛？好，因為我們現在是美少女啊，我們怎麼去賣成村姑了？你說這個當然不對吧？對不對？我們要打扮得好，我們要知道怎麼去說服人家。那我就跟他們講，我說，因為第6名到第20名的設計公司，第一個，我們的 margin 沒有劍橋附近的 Ambase 的設計公司那麼好，所以我們不是競爭對手。但是台灣為什麼會好？我們的 margin 比較低，是因為我們地狹人稠。對，所以因為我們高度競爭，所以高度競爭的背後是什麼？最棒的生態系。所以你現在英國最好的設計公司缺的就是生態系。您知道韓國的半導體設計業只有台灣的1/10嗎？1/10耶。韓國人比較笨嗎？當然沒有，當然不是。好，因為他沒有鴻海、廣達、仁寶、緯創、和碩，所以我們有下游，他沒下游，他只能賣給三星的 LG 嘛，對不對？所以那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優點在哪裡。所以 again 回來就是說，台灣將來在知識服務業上面，能定義的是 B to C、B to B， 不是 B to C， 因為 B to C 再大也是2300萬人，對不對？所以你說台灣跟全世界的連接可以更緊密。不是我們出去，現在可以讓全世界進來。當然講到你現在的，包括我們知道的輝達進來了，現在康寧最近也進來了，包括這個日本的這個所謂的化工廠也進來了。你說可以來的更多、更密集。您為什麼不去想？假設韓國、even 韓國、泰國、越南有很多新的 IC 設計公司要上市，能不能到台灣來？當然可以啊。Why not？因為市場在這邊嘛，它接近市場。而且我們聽得懂他在講什麼，對，他們自己國家的市場不見得聽得懂，他也沒有規模，那為什麼我們不成為？我們現在重新思考一下，對，亞太金融中心這個概念，30年前不可行，現在為什麼沒有機會？我們開始要想這個事情了哈。我們如果有一天我們發現，台灣2031年 GDP per capita 人均會到達56000塊美金，那麼比現在大概會增長42%，請問一下，寶傑。這42%長在你身上，還是長在我身上，還是長在別人的身上？這就是問題了。這是大問題。我們會發現說，哇，長出來了80%去了半導體，對，那麼社會碰到更大的問題。對，我們開始要思考這個問題。所以你剛才講，為什麼你就要跟蔣萬安上課，就要去跟這個所謂的賴清德喊話，就是你要在這個時候進行分配。對，我們現在最有條件，因為今年一定超收嘛，經濟這麼好國家稅收一定超收嘛，所以我們要利用超收的錢，不是每個人發1萬塊，不能幹這個事，這個政府不負責任，在野黨也不負責任，就是我們不能去要求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呢，我有一個建議了，我真的希望政府把從政的政治人物都全部找來上課，他們必須要知道台灣現在80%靠電子業，背後有哪些條件機會。好，我們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契機，對不對？坦白講，我就說，上禮拜 CNN 來找我，我說你不要聽我一個人的，我當然可以跟他講解哈。我說你應該聽到台灣各種不同的聲音，然後給你一個完整的概念，去跟全世界人講台灣現在的地位角色，可以跟別人協助什麼。我說我對你無所求，是好，所以我們應該想這個事情。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們就是該創造台灣的價值。好，不過在你剛才講那個非常重要，就是台灣現在已經不能光靠技術了。我現在跟你說，我在這個地緣政治部分，其實就講黃仁勳，我覺得今天最有新聞好趣的就是，川普要去中國訪問，就黃仁勳變成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那黃仁勳的角色跟台灣的這個政治定位又非常有關。你講說台灣一定要搞清楚我的位置，怎麼看世界，然後我怎麼進來，怎麼出去。那現在台灣變成了剛才講這麼重要的一個中心。我怎麼來去等於說，特別是我跟中國的關係，我跟所有的關係，特別是跟中國的關係，在中美大對抗的狀況下，我怎麼自處嘞？剛才你一開始提到張忠謀、黃仁勳這兩個人，他其實就是非常 symbolic、非常象徵性、非常標準的地緣政治最前沿的。現在應該是魏哲家了哈，我們應該聽魏哲家哈，就魏哲家跟
跟那個黃仁勳，他們兩個一舉一動，它真的會影響到全世界的格局。好，這是第一個概念。第二個概念，我們對於 China 對中國這個名詞的理解是什麼？好，所以我們坦白講，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看簡體字，你會出現一個問題。我說寶傑，請教一個問題哈，如果你用中文查資料，半導體產業的未來是什麼？中文會告訴你哈，台積電一枝獨秀，10年榮景沒有對手，這是中文的資料，繁體字的資料。繁體中文。哎，你如果查英文呢，人家會告訴你 Intel 不錯哦，NVIDIA 不錯哦哈。然後呢，你用韓文查資料，你會出現三足鼎立哈，Samsung、Intel、台積電好會出現。那如果查簡體字呢，只有幾個字，好，中國一定強，不是這樣子嗎？說中國一定可以把 UV 設備做出來，因為所有的聲音不斷的複製，但你 actually 你會發現，資訊來源只有一個，兩個，很少數的來源，因為大家都不做研究，對，因為網紅嘛，網紅我只要講給你聽，至於查證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啊，你很重要，為什麼很重要？就是說你可以影響很多人，但是我背後的查證的功夫，我怎麼去確認？你如果做不到，你要找對的人問，你信賴的人問。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發現說，為什麼政治人物都去找傳統的網紅？因為他有選票，但他對世界、對產業沒有貢獻。因為他不知道，他沒有時間搞這，他也沒有興趣。好，所以我們回來要扭正，要扭曲的結構要重新去思考。那對中國的理解就是說，我們開始要去理解尖端科技、成熟科技、應用端。所以我有一個資料叫9宮格的結構，供應面天地人的概念，就是 supply side、demand side 天地人，美國是天，中國是地，我們是人，我們怎麼面對問題？那你要從供應面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你要從需求面的角度看這個，所以主權 AI、邊緣運算，還有事業的模式，所以新創產業非常重要。是為什麼重要？因為那是年輕人的希望。如果國內沒有新創產業，年輕人只能真的到工廠去。好，那其實你如果在台灣，你會覺得台灣真是一個被祝福的地方。你還想到這樣的一個罪兒小國，你居然有這麼多的技術，而且在台灣在這全世界扮演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這真是上帝對我們的一個祝福。但是上帝對我們的祝福之外，接下來怎麼走？台灣怎麼去面对這個世界？因為其實這個世界是非常險惡的。其實你有時候走錯了，你後面後悔莫及。所以我們常常看黃社長的這個言論，就是你要非常清楚台灣的定位，台灣擁有什麼的條件，台灣怎麼去跟世界應對，這個才是台灣真的能夠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關鍵。非常謝謝社長今天跟我們討論，謝謝寶傑，社長謝謝，謝謝。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Shi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製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製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對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EB Jacky。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那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是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
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您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當然我們在在兩岸國際之間，我们也会多做這樣的一個報道，甚至就是一個 Helen Pan。然後呢，你說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的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